这个所谓大家讲的那个 terrible two， 其实是因为我们太需要赶快确定这件事有没有危险。他只觉得我爱你一次我就要哭一次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多在乎？你今天没有给我喝苹果汁，他的世界崩毁了，他撕心裂肺的在意，然后你就对他数来宝，我在心里数来宝，我就然后我就会很诚恳啊，就是你不喜欢两只袜子要穿一样，所以我没有问过你，刚刚就套了，然后心里就想说今天天气好。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会要从生命的边缘里面找出方法。好的，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嗨，欢迎焦安普。我现在有一种化石感，就我这个上古神兽来参加现在的节目，很开心，很开心。大学的时候开始听你的歌，然后那时候你的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张悬。上一次宣传期要宣传单曲的时候，然后他们就问我说现在叫你什么比较好，这样子我说都可以，叫我安普就好了。但他们就说好叫安普，我说不是叫安普，然后他们就一直说好叫安普，然后就整个就写叫安普，然后我又是那种很怕看到我的3个字全名被打在就是印成签字体或者是被念出来，因为我都会想到以前训导主任广播被骂，就是3年2班教安普请到训导处的。后来发现其实那个 bug 就在于教安普跟教安普真的就是太像了。在开录之前啊，就是有个小插曲，我有幸参加过一堂唱歌的课，我的歌唱老师他就说安普他是属于声音很疗愈的，就他听完之后就说那就是说声音有特色但是没有实力啊，没有技巧，没有足够的技巧，没有技巧，所以就特色大过于技巧。你会在乎吗？现在不会，但有一个阶段很想要突破。是因为不想要别人把你定型，还是你就觉得跟人家讲的不一样，但别人却误会你？应该是说我自己喜欢听的东西都在疗愈我的状况下，我其实依然听得出他们的嗓子，或者说在控制啊，或者是表达情感上面，其实有那么多细节可以讲究，就会觉得标准在那里，然后就会常常的提醒自己说，其实声音有特色，或者是说懂得表达，我觉得那个其实有一部分其实跟自己的个人特质或者是被给予的天赋有关，但是技巧这件事情它还跟内化的过程有关。内化就是生命经验，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就千万不要放弃把生命经验当作技巧，要去辅助于技巧，你才会更知道其实别人在不同的状态下怎么样还是可以跟你写的歌或者是唱的东西有连结，而不是说只是今天开心才能听你的歌，或今天伤心才能听这样。对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来讲啊，有没有办法举例说明，比如说某一段歌词你以前是怎么咀嚼它，现在因为其他生命经验不一样，你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诠释怎么唱它？之前有写过一首歌叫《焰火》，我觉得《焰火》那个时候就是平铺直叙的唱它，可能在那个时候受限于技巧，我会觉得那是我最真诚啊，不要太矫揉做作去硬要表现什么，所以才能够唱的东西，但是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心虚，觉得说我自己觉得那个词很美，所以它按理来说还可以承载更多情感，但我做不到，所以后来就有去跟唱歌老师请教过很多次，后来就会觉得其实那个你知道唱歌技巧其实有一些是真假音啊、气音啊，还有很多种发出声音的技巧，不要去受限自己去挖掘那些技巧，然后再回来去跟你的特色去搅拌。每一个行业啊，一开始你要学非常多的技巧，然后之后你就突然对它又有一层的领悟，懂得怎么去变换它，然后突然它就会变成你自己，就是你不再需要经过你的大脑，你就可以去表现那些技巧。反观人啊，在做人上面好像有类似的状况。先说我好了，我会曾经需要非常多的帮助来看到自己当下的情绪是什么，然后我还需要另外的帮助来帮我分析，带我走一遍可能造成我情绪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是不舒服里面其实你可以用非常多精确的词汇来描述这个情绪，之后到有一个我现在不舒服的感觉，我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描绘出来之后，就可以自己把它解开。最近出了一首是你小时候写的最好的时光吗？最好的时光是你小时候写的，那是什么因缘际会你还会再
过去把它翻过来。再被召唤回来，其实是前几年原本有一个案子的合作，所以我把草稿翻出来，想说应该会很适合，但最后其实没有跟那个案子合作成功，所以去写了另外一首歌。我还记得就是14、15岁的时候，那时候写了这个主歌，其实我觉得是我那时候很纯真的对当时生活的叩问，就是问了一些我当时觉得这世界一定会有人能回答吧的问题。我其实自己也很意外，像这样子简单的草稿就一路陪着我走了20几年的时光，然后我却从来没有把这首歌比如说副歌或者是它的结语完成过。后来是因为好朋友的鼓励，他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把副歌写完，就有点像是缘分推着我要把这首歌再放回我自己的生活里。然后写完以后，我又奇异的觉得它是那种比起表达创作者自己的品味以外，我觉得它更能够跟别人的故事背景啊，或者是生命经验再去做融合的歌。有时候你写出那样的歌的时候，它当时不是你觉得最棒的主题，可是写完的那一瞬间，你觉得啊，它一定会是属于很多人的，胜过于有一些词作是创作者自己很喜欢，因为觉得写得很高明很有技巧，或者是词汇很特殊，但这首歌反而平铺直叙的去描述了在过了27年以后的此刻、过去跟未来这样子。当初14、15岁问了什么问题？那时候写了一个就是成长后来是礼物或者是美丽的包装。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对那时候的老师同学在描绘的长大以后的样子其实是有很多疑问的，就是大家歌颂的成长啊，或者是说我们其实都要往上面去，我们要长大，然后女孩要变女人，真的有大家讲的就是成为了那样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吗？大家都告诉你说成长的过程一定会有很多收获。我那时候想问的地方就是说，万一说其实这是一个假的主题呢，然后它只是一个很美丽的包装，但里面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异常的苦涩，或是要付出很多代价，我很难承受的话怎么办呢？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问了这些简单的问题。后来能够把这首歌完成，我就发现这世界上没有所谓最好的时刻。我很高兴的发现，就是在走过一切以后，我曾经想问的一个问题，我很安心的知道它不会有答案，就终于觉得松一口气，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大家可以讨论的出来所谓最完美的那一刻。但也因为这样，所以人生的一些幸福啊或苦涩，那些小小的一瞬间，自己才是这整个宇宙唯一的目击者。这件事其实就已经让我感觉很光荣或很满足了。所以你是像这样子去回答你是14、15岁的自己？对。开始做专辑这一路的2、3年，我很高兴，至少还有点亡羊补牢嘛，在40岁这个阶段可以了解说，我是那么感谢我还有机会可以一路成为40岁的我自己。但是那个是15岁的我，其实再怎么尝试去想象，其实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变成我想变成的人，中间还是只能够去面对每一个发生的事情，然后因为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说就是今天就是这件事你会变成你想要的人，或是你会变成一个更真诚或更喜欢自己的人，你就没有嘛。但在所有的这些捡破烂，然后就是在洗干净，然后在淘汰嘛，然后淬炼的过程里面，我现在就比较能够跟自己说，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当下看起来是像是倒霉，或是像是不幸运，然后像是这个世界不适合你，或你不适合这个世界，它都不是现在看起来的这个样子。因为70岁的我一定就会像现在40岁去看15岁的自己一样那个宇宙的理论，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过去就是此刻当下。就每一天其实也许人际关系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然后自我认同还是会每天都要做整理，但是突然觉得我已经在一个新的维度，因为我已经知道70岁的我再回头看这一切，其实会有一个更像鸟瞰，看得懂过去这一路发生的事情，然后不会留在此刻的这个很平面的部分去看待今天的好坏这样。你刚刚讲那段话，你自己讲起来别人听起来都是觉得很舒服的感觉，你对于你现在的安排或之前所经历过的事情都有一个特殊的豁达在，可能中间发生了不喜欢的事，成长过程之中大家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在人的每个阶段里面都会有一层外面的人看不太清楚的一层透明的膜，然后我们自己都在跟它缠斗之后想办法突破出去，
你那时候才有办法回头看见自己说，不管发生了什么好的或不好的，就变成你现在的自己，那现在的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一种乐观的拾荒精神吗？因为你刚刚有用捡破烂这个来形容过去的一些事，可是为什么是破烂的东西？为什么不是收集珠宝或者是收集喜欢的树叶？我觉得我小时候会觉得，就是收集珠宝的话，其实就有点像是太认真定义自己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东西，对自己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或是有价值的。我觉得后来影响我这辈子很多价值观啊，甚至是审美观的东西，其实都是看似大家扔在路边不要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是弃如敝屣，或者是大家其实尽可能避免的人生经验。我觉得简称捡破烂，因为就是在一些比较励志的说法，或者是我看很多演讲都会说，比赛就是要赢啊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永远可能就是少一口气哦，少一个最后的那个想要表现的感觉，所以我永远都是第2名、第3名的那种。那我觉得在竞争的世界或是在比赛的世界里，第2名就是比第3名还糟啊！成长过程里面，可能师长都会说，你第2名其实是有极大的机会可以变第1名的，所以你一定不够努力，然后你一定不够小心，你就差那么一点点，还不如那种其实够优秀，但是不足够拥有那个最终条件的人。我在这边劝告各位师长，不要这样子跟小朋友讲话。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成长时光都在面对关于就是 not good enough 这件事情。你是被很严厉的对待耶，就是那一番话很严厉耶，就是跟得第2名的人说，我跟你讲，第2名比第3名还要不好。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小孩的话，我会怎么想？我会不会真的一辈子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真的就是这世界上每一个人他都有带着很大的善意或恶意，或者是说不管善意恶意，其实反正来自于他的观点，跟你无关，但你今天被扫到就是被扫到。这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功课，就是说被赋予很严厉的期待，或者是别人其实会用一个高标准的价值观看你做的每件事，就算你得了第1名，其实还是有第1名要面对的姿态的问题、立场的问题，大量的让你练习怎么去看待每一个人对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故事会引发的感受吧。但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会简称就是捡破烂。明白，我明白那个原因了。可是我必须要再回去刚刚那个师长讲的话，我心里想，要是有人这样子跟我的小孩讲，我会怎么跟我的小孩讲？师长讲的话，甚至是你父母讲的话，常常在小朋友的心中会全盘的就收到心里面，觉得他是对的。但长大了之后，我自己有办法能力做这样子的大人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尽办法教我的小孩，去跟他说，你听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第1名跟第2名的差距常常是非常大的。我不是要再刺你一刀，在真实世界里面，像你说 Michael Phelps， 那是因为他的手张开跟他身体的比例是并非正常人类的比例。那当第1名是一个非常人的时候，一个正常人然后要去跟 Michael Phelps 比游泳，第2名跟第1名的差距是非常大，不是说你差一点点就可以达成的。在自然界里面，第1名照理来讲要赢过第2名很多才对。反驳一下那个师长的话，不要这样跟小朋友讲话，有什么事吗？他们可能觉得在他们的维度里面，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竞争是极其残忍的，他们可能会怕小朋友不知这个世界其实有这么多细微可以被切到碎的比较，或者是些微的差距就可以一闪而过，让你错过你还能争取的人生。我自己去理解这个所谓的脉络是长这样。那但因为这样，就是我觉得我总是一个愿意去理解别人脉络的人，所以我后来都笑说我是捡破烂，就是我捡别人不要想的东西，就是不开心就逃避，或者是生气了就否定的东西拿回来想，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人。想完了以后觉得很开心，就是你看我从这个铁罐里面只是一个拉环这样。因此人生被逼迫要去做很多这样子的思考练习。我小时候不愿意想这些东西，长大之后人家就是说你就是该去想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已经压不下去了，你不去把它解开，像你刚刚讲的捡破烂这个流程，对我来讲是一个梳理自己的过程。推荐大家可以去学安普捡一下破烂，
对，就是捡破烂的过程，其实就是把一个大家都觉得没有意义或无聊的事情玩到自己觉得有趣，就像孩子一样。我后来觉得，其实人生不管你遇到什么别人的说法或别人的三观，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陪自己练习，直到你说的做的或者是你人生的选择，至少是你笑得出来的那句话那件事，你的维度其实就是安稳的，还可以继续成长。那你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我是一个很喜欢散步的人。我以前 slogan 就是我没有什么事情是散步、睡觉跟抽烟加在一起不能解决的。肺还好吗？要问我旁边的人肺还好吗？我这几年有开始生出罪恶感，这样，所以独处就变得更小众，然后就是自己一个空间，然后再加上要带小孩，所以其实大概真的所谓能独处，就是连散步都不太行了，睡眠时间也大量减少，大概真的就是哄完小朋友睡觉，自己还可以有的那一段时光吧。那你独处的时候就是在想这些事？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比较不像是花时间想事情，而是我觉得要跟一个孩子相处，通常考验最大的是我有没有跟我自己相处的好。我跟小朋友会有冲突，或者是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很脆弱，或者是我快要失去耐性，都是来自于其实我并不满意那几天的自己。血淋淋的都是这样。我觉得我那几天其实就是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这么的忙碌，或者是我尽可能用最低标把孩子的三餐照顾好了，哄你睡觉了，结果你还是不睡。那一刻其实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别的事情能做的时候，我最焦虑的其实在于我能给的都给完了，然后我也不满意，就是稀里糊涂就这样过完一天的我自己，所以我就会希望你可不可以不要把事情弄得更ugly， 就是让我活生生就拿一个0分的考卷去睡觉。我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泄气，然后也才发现自我调节有多么重要。因为你跟自己相处的好的时候，你的小朋友就算满地撒满那个番茄酱，你还是有个3小时可以清理啊。我后来就发现，既然睡眠时间不可得，然后散步的时光旁边一定会跟着一个就是小毛头，对，就是他完全改变我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能做的事情后来就捡破烂法则，就是我开始有一天顿悟，我把每天要做的最琐碎的事情直接当成写心经跟散步的时光来处理。比如说帮小孩子切一个苹果，我就是超认真的利用那2分钟在那里切，把它当成手工艺在切。因为我发现其实你只要能够很专心的为自己做一件事情，那个过程很疗愈。因为你专心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其他不想想到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并不是稀里糊涂就是被一个东西不停的碾过，一直在赶时间。有时候给自己多一点点自己预期的时间，好好做完一件事情，比如说折衣服，我都把它当成一件仪式去处理哦。小朋友不管过来就是当那个棉被山，你知道，只能跳进去，然后就一切就归零。我原本都会很想要赶快整理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现在都会觉得这样也可以玩哦，好啊，那就玩，至少我跟你还找到一件事情做了。但我一开始只把折衣服当做家事的时候，我就会很烦躁，因为我还有后面一大堆要做的事情。小孩几岁？小孩快要满3岁了。哇，最可怕的时候。我觉得2岁3岁真的是他们最可爱的时候。他们是很可爱，然后就是那些猪狗嫌，然后就是一天甩20次门，然后哭大概30次这件事情，我到最后都会有一种认真的来看你这20次每一次的那个 dynamic 就是都有到 peak 吗？这样你都有过你自己的情绪的极限吗？还是假哭？开始帮他分辨，你这5次哭里面，有1次基本上有偷懒，你的音高没有那么高，然后或者是苦中作乐的妈妈。对，到了你第15次大翻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次还算描述好了，就是在充满爱的情况下，但还是要找一点自己觉得有幽默感的事情做，不然盯着他哭也不是办法。后来你也才发现，这个所谓大家讲的那个 terrible two， 其实是因为我们太需要赶快确定这件事有没有危险，这件事 O 不 OK。大人很需要不断的去确定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发生的，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战之罪。那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你需要确定这些事，他只觉得我爱你1次我就要哭1次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多在乎你今天没有给我喝苹果汁这样子。所以那如果你理解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并不知道大人需要确定他的安危。那对我来说就是幽默感可以开始慢慢置入的时候。
其实我有问过我的咨商师说怎么办，他一直在闹的时候，然后我又很急，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或者手边正在做一件事情，我的耐受度就会真的突然降到很低。你要不要试试看数来宝？我会直接崩溃，我都会在心里跟自己说 OK 数来宝1、2，哎呀今天天气好啊，你还在给我闹啊，然后你就会当场发现他像琼瑶的第一男主角一样，他超认真的在演出一个就是非常真实的情景，他的世界崩毁了，他撕心裂肺的在意，然后你就对他数来宝，我在心里数来宝，我就然后我就会很诚恳啊，就是你不喜欢2只袜子要穿一样，所以我没有问过你，刚刚就套了，然后心里就想说今天天气好，崩溃妈妈对自我照料的秘诀，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可以做得到所谓的有爱的旁观，因为我够爱你，所以我愿意花另外一个心思去当一个旁观者。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会要从生命的边缘里面找出方法。对，你是内心数来宝。我的儿子昨天早上撸了30分钟，怎么哭他就说他不要去上学，我怎么跟他讲好说歹说都没有用。最后你知道什么让他突然豁然开朗了吗？我从桌上面有3颗水煮蛋，我拿了1颗说来你把这颗蛋拿去给老师。然后他就都一直哭，然后他就拿着这颗蛋，他突然停下来，为什么要拿去给老师？我说他情绪那时候断掉了，我已经学会怎么样切断他情绪，就是丢给他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问题，我就硬把那个蛋塞进他的那个围兜兜里面，他就很努力的把它掏出来说不要，然后给我，然后他就默默地走去门口就要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闹完之后因为1颗蛋，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说，我就是拿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就走出那情绪吧。如果你当下真的跟他认真，就一直跟他纠结你为什么不去学校，是什么他也讲不出来，但是他就知道他自己不要，不知道跟你的内心数来宝一不一样，只是有一点像，就是反正你就是要等到就是那个所谓隐藏版选项出来，然后通常都会发生在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对，就是他不想把那颗蛋拿去学校给老师。对，当妈妈就是一个把自己打掉再重练，以前的想法觉得人应该要怎么样，然后但你又因为太爱这个人，太在乎这个人了，你愿意为他发现其实人不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同样一个我觉得好像小朋友必经会发生的一些状况，面对挫折或者是面对被拒绝的感受或什么，但因为你遇到的人事时地物都差太多了，所以你的方法就是其实一定是来自于你跟孩子相处以后，既是凭着最直觉，然后也是凭着最大的爱去想出来的办法。那像我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小朋友其实他可能还没有到，因为3岁嘛，不需要一下子就理解成功与失败，但是可以把所有的词汇都用讲得出口，然后其实也愿意去体验看看的方式去纳入在自己的生活里。妈妈其实就是同时感受自己的舍不得，但也同时就是用自己毕生的智商跟经验提供了一个选项，就一定要去肯定，就是至少你陪孩子去度过这件事了，但不会有完美的度过方式的，所以给他那个一点点信心去容纳关于成功与失败更多的关键字，我觉得就是我们唯一能给的祝福了。新专辑很特别，它有16首，所以我觉得其实16首作品我反而希望它就是像16首小小的密码一样，他们都很不一样，也都不是为了所谓专辑的制作概念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我还蛮希望就是我生命中造成这些主题的记忆可以藏在这些歌的里面，反而是这些歌出去连接更多不一样的人的生命经验，走过很多故事的或者是正在开启自己青春期的人，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总会有一首歌其实是可以跟你就是互通的或者是有感觉的，我觉得就很好了。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我们的安普，谢谢李哥太太，谢谢大家。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